这种虚假的灾厄奇迹于你，真正的灾厄青蛙。众所周知，一旦你调查奇迹于你，就会陷入到灾厄中。而青蛙这种生物劲儿更大，只要摸过的大多都上了天堂。但是有一位顶级魅魔，凭借荒木亲儿子的设定，屁事儿没有。首先有请第一位受害者威尔·安东尼奥·齐贝林。齐贝林大叔，我感觉是最冤的，人家只是碰了碰青蛙，给初代目大乔展示了波纹格栅大牛，之后就被黑骑士拦腰斩断，下线前还把最后的波纹留给了大乔。从他开始，齐贝林家族代代忠烈，而吊爷也是受害者。虽然他没有直接伤害青蛙，但曾对青蛙不敬。カエルの小便よりもゲスな刃文なぞよくもこの俺に。所以被大乔分头行动之后夺取对方身体，苟了上百年并觉醒替身。スタンドパワーザワールド時を止まれ。可之后遇到了无敌的鳗鱼墙，最后吊爷被打得渣都不剩，算是死得最惨的受害者了。接下来是星辰斗士篇，整个打吊团都中招了。很多小伙伴可能纳闷了啊，他们啥时候碰青蛙了？其实在打吊团去香港的时候点了一份烤田鸡，特别是阿布嘟嘟和卡 Q 伊两人都给了吃东西的镜头，所以挂的也最快。阿布嘟嘟对战亚空瘴气，直接留了2手。其实最后手也没了，至于卡 Q 伊则是被迪奥一拳打成甜甜圈，要多惨有多惨。对了，还有伊奇，各位教厨应该知道荒木动物之友的称号，他特别爱好动物。伊奇为救波波用替身过度惨死，但野狗也有高贵的灵魂。イギーの魂は一人でに動いていた。動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。而波波在第5部中先是被老板断腿，之后更是失去了身体，灵魂寄存在了乌龟中。2代乔和3代乔因为主角和无敌的设定撑的时间比较长。首先看孙子成太郎，作为荒木最重视的角色，一口气活了3部，但那颗最闪耀的白金之星也坠落在了石之海中。5秒的时停，对于一个爱女儿的父亲来说还是太短了。ナイフが落下途中、神父はすでに空中へ投げていた。かつてディオがやったように。接下来看最神奇的2乔，他绝对是最特殊的一代遮遮。在他之前，乔斯大家代代绅士，可到了2乔，他直接笑出天际，左孔看妈，汤姆逊波纹疾走，性骚扰街头美少女。当2乔也是活得最久的遮遮，打破了乔斯大家族短命的宿命，一直到石之海神父重置世界，他都还活着。不过也因为吃过烤田鸡的影响，成了老年痴呆。之后的黄金之风篇章，青蛙出现的次数应该是最多的。首先是杜王丁魅魔荒木亲儿子的康一，在机场遇到了扒手蓉蓉，对方用替身将行李箱变成了青蛙。スタンドか！でもそんなバカな！イタリアに来ていきなり！可能是康一没有伤害青蛙，所以之后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而之后泪眼路卡一铁锹打在青蛙身上，结果反弹给了自己，脑袋被砸扁，眼睛和手指也被部界取走。之后的李素特让青蛙体内长出刀片，结果被算术天才小飞机打成了臊子。而把青蛙当电话并生吃青蛙的老板应该是下场最惨的，一直重复死亡，但又达不到死亡的真相。说话间，老板又死了一次。至于最后的石之海全怪天气预报下起了一场箭多蛙雨，结果主角团除了安博里欧全都挂了。反派神父引爆了一只箭多蛙，死得更惨，吸纯氧吸死了。わからないのか。お前は運命に負けたんだ。至于不灭钻石篇似乎并没有出现青蛙，所以下线的人少。我现在严重怀疑荒木老贼的替身并非天堂之门，而是青蛙。那如果让奇迹与你殴打青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